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的名字叫 Cigar， 我喜欢户外运动，跑步、骑行、游泳、滑雪。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0年以来跑步的里程。那截止目前，我跑的这10年历史当中，已经累积了将近3万多公里。那全马的数量有31个，半马的数量应该达到了300多个。那说为什么要跑步？那么先要回到说当初的这个跑步的原因，是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文史海会的期间认识了一位外国的朋友，他来自新西兰。那他给我分享了他父亲的故事，关于跑步的故事。那之后呢，机缘巧合，在我们公司，在那个时候的公司有一个冬天的时候，公司有一个企业报名上海马拉松的名额，然后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报了我的第一个全马。那这个全马也很顺利，就是差不多跑了4个多小时，好像4个小时20分钟，顺利完赛。因为没有系统的拉伸，没有做这些跑步之后的恢复拉伸，导致我第2天下床都困难。因为当时在外包公司嘛，文师是做外包的，那整个外包的这个节奏就是说，不停的把你发配到不同的这些供应商公司，只要他们认可你的能力，需要你的这些专业的服务。所以就有一次的时候呢，是在那个阿斯利康的加班，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在这么繁重的工作当中持续的去高效的工作的一个前提，是因为这些个平常的积累。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下我的第2个旅程，是在完赛上马之后呢，当时看到了这个也了解了一些关于马拉松的这些历史，然后就报名了那个希腊雅典的马拉松。那这个行程为期10天，整个行程就是全程10天的时间。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拉松雅典这个小镇特别的安静，给人非常舒适，就是当地人也非常的热忱，有很多自发的乐队啊，所以然后还有希腊的爱琴海啊，给我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当时还跑到人家那个海里去游了个泳，那时候是11月，算是比较温暖嘛。对，那这就是我的第2个在希腊雅典的马拉松，当时也跑了4小时02分。那再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其实我这些年当中我也拿过奖，钱不多吧，200块钱。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去参加了那个山东海洋的一个国际马拉松，大概1万人的赛事吧。那当时是跑进了好像是330以内吧，3小时30分钟这个赛段里面跑进了前300名，所以拿到了200块钱的奖金。对，那这是我在拿过奖的赛事。那要说最快的，那我想所有跑过步的人他们都会去问说，那你最快的成绩是什么？那我在这些10年当中的马拉松里面跑过最快的就是湖北武汉的。那要说除了全马之外的半马的话，是2023年去年4月17号在那个浦东的半程马拉松。那好像是跑了一个1小时31分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些年跑步10年以来给我的一些带来了什么？
那第一个是跑步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力的一项活动，所以这10年以来累积下来，那我的身体指标每年的体检都非常正常，就是都非常的，唯一有一点就是所谓的窦氏心率。那这个指标，我相信所有保有长期运动的人，他们都会有这项指标的异常，但是这个在医生解读下来，这是没有只要是没有高血压或者什么之类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做所有的有氧运动都让每个人面对，比如说这些个每天的这种繁重的通勤啊、工作啊、压力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舒缓压力的方式。那因为当你面对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这个节奏会比较快的时候，我觉得每天的这个晨跑或者是下午跑，它一定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舒缓，相对舒缓的这个时间，一个独处的时间。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成长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啊，各方面。说说我这些年都跑过哪些地方吧。那最近的地方就是江浙沪，比如说上马应该跑了连续跑了7、8年、9年了。那其次是杭州，也跑了7、8年。再最多的就是无锡马拉松。那每年的3月份，3月21号、3月24号这样的日子，就是每年西马的日子，都会去跑。那剩下来的就是其他的一些省市，像最远的北方的话，最远跑到过那个大连市的马拉松。那东边的话，就是中国的最东边跑过的是那个叫宁波的马拉松，也山地的啊，或者是这个城市的马拉松都也跑了很多回。那再说说西边的话，就是最远去过的那个地方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兰州拉面的兰州市的马拉松。那还跑了台湾乌来马拉松，当年在2017年之后呢，就是去骑行之后吧，骑行的行程之前去报了一个台湾的乌来42+7的一个3D 马拉松，特别好，特别舒服，就是非常的4000人的赛事，非常的休闲。对，那这就是我这些年跑过的这些地方吧。那未来我还想跑的地方，一直在训练的一个地方，想去争取的地方就是现在说是4大还是5大满贯吧。第一个就是波士顿，因为我一直在冲刺，说什么时候破3，能够去跑一趟波士顿这样的马拉松。晨跑的行程就到这里结束，12公里。